大家好，我是站长。等了整整9年，真的人生能有几个9年？马斯克那个曾经被嘲笑为 PPT 的特斯拉3米版挂卡车，终于不再是活在推特和发布会里的幻影了。就在这2天，特斯拉终于开始向订购客户发送最终的规格和价格清单，但消息一出，整个物流圈和投资圈都炸锅了。29万美金，相比2017年马斯克亲口承诺的18万美金，整整贵了11万美金，涨幅高达60%。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老马又骗人了，特斯拉又在割韭菜。但我建议你先别急着喷，如果你仔细翻开这份定价单，对比一下目前市场上沃尔沃、戴姆勒这些巨头的电卡售价，再算算那一笔决定企业生死存亡的 ROI 账本，你就会发现，这29万美金根本不是什么价格刺客，而是特斯拉给传统燃油卡车巨头们送去的一份迟到的判决书。与此同时，在大洋彼岸的中国，特斯拉副总裁陶林也放出了一段极具深意的话，正式回应了 FSD 入华的敏感时间点。2026年，特斯拉的重型武器和数字灵魂似乎正在同步落地。今天，站长带你一拆到底，看看马斯克这盘下了9年的大棋，到底到了什么样的收官时刻 ？OK，Let's go。特斯拉的股票2月10号的收盘价是425.2亿美元，涨幅是1.89%，全天上涨了7.89美元，成交量是6432万股。第一部分3米的29万美金，到底是贵了还是便宜了？咱们先聊这个最扎眼的价格。2017年3米发布的时候，马斯克给出的价格是300英里续航15万美金，500英里续航18万美金。当时大家觉得，哇，这简直是慈善家。结果呢，9年过去了，最终定价出炉，标准版25万美金，长续航29万美金。很多人说，马斯克你不地道了，迟到了这么多年，还涨了这么多钱。但站长要说，作为情报分析，咱们看问题不能脱离宏观环境。第一，通胀。这9年里，全球供应链经历了什么，大家心里都有数。现在的100美金和2017年的100美金是一个购买力吗？如果按通胀折算，其实这个涨幅虽然不小，但还在合理的商业调整范围内。第二，也是最关键的，就是竞争对手的渗透。大家知道现在沃尔沃的电动卡车卖多少钱吗？平均售价在40万到45万美金之间。即便特斯拉涨到了29万，它依然比传统卡车巨头的同类产品便宜了整整14万美金。这14万美金是什么概念？它足够你再买一辆顶配的卡车头，或者支付一个金牌卡车司机2-3年的工资。所以这哪里是涨价，这简直是降维打击后的2次收割。而且特斯拉这次不仅公布了价格，还明确了配置分级，标准续航和长续航2个版本，精准对标了本地短途和区域中途配送。这意味着特斯拉已经完成了从炫技到实用工具的转变。大家注意马斯克本周重申的那句话，3米今年进入量产，内华达州的专用生产线已经动工了快2年，预计年产5万台。站长在这里要输出一个核心观点，卡车行业和乘用车行业完全不同，物流公司老板是不谈情怀的，他们只看一张纸，那就是 TCO 总持有成本。咱们算笔账，一辆 Class 8级别的燃油卡车，每年的油费和保养费是天文数字，而3米用的是什么？是 Megacharger 兆瓦级快充。特斯拉帮企业算过，使用3米可以在前3年节省高达20万美金的燃油成本，也就是说，你买车多花的钱2-3年就醒回来了，剩下的时间全是净赚。这种极致的 ROI 投资回报率，才是让百事可乐、沃尔玛这些巨头哪怕等了9年也不肯撤单的原因。第二部分 FSD 入华，陶林到底在释放什么信号？聊完了大块头的硬件，咱们聊聊那个决定特斯拉估值上限的灵魂 FSD。就在昨天，特斯拉中国副总裁陶林接受了媒体采访，大家最关心的肯定还是 FSD 什么时候在国内正式落地。陶林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说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但具体时间表尚未确定。很多人一听尚未确定就觉得，哎呀，是不是又黄了，或者是遥遥无期？站长给你翻译这段外交辞令。在目前这个极其敏感的监管环境下，任何高管都不可能越过政府流程挤出确切日期。但陶林在采访中透露了一个重磅实锤，特斯拉已经在中国设立了本地训练中心。朋友们划重点，这才是真正的干货。为什么 FSD 之前入华难？难在2个地方，一是数据不出境的安全红线，二是国内路况的特殊性。设立本地训练中心，意味着特斯拉已经把服务器和大脑搬到了家门口。我们在国内路测的数据不再需要漂洋过海传回美国去训练，而是在本地直接消化。这不仅磨平了监管的忧虑，更意味着特斯拉正在针对中国的电动车外卖小哥复杂的立交桥进行贴身肉搏式的算法进化。陶林还说了一句话，非常狂一旦发布，它将展现出不亚于甚至超越本地车手的性能水平。说实话，放眼全球，敢在中国这个智驾地狱模式的市场喊出超越本地车手的，恐怕也只有特斯拉了。底气在哪？在那75亿英里的全球真实驾驶数据，以及已经在北美开始公测的 STAC SV14版。大家别忘了，马斯克在达沃斯和股东大会上都暗示过2026年第一季度是一个关键节点，
现在陶林出来吹风，其实就是在做最后的预期管理。站长认为 FSD 入华后的第一步，可能不是直接全量推送，而是作为一种种子计划或者与 Robotaxi 计划高度绑定的形式出现。大家想一想，如果3米这种重型货运加上 FSD 的字，站长认为 FSD 入华后的第一步，可能不是直接全量推送，而是作为一种种子计划或者与 Robotaxi 计划高度绑定的形式出现。大家想一想，如果3米这种重型货运加上 FSD 的自动驾驶，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那将是整个人类物流成本的彻底崩塌。好了，说了这么多，咱们总结一下今天的核心情报。无论是3米29万美金的定价，还是 FSD 在中国设立训练中心，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同一个年份，2026年。2026年将是特斯拉从一家汽车公司彻底进化为人工智能与能源公司的元年。3MD 量产解决了硬件的规模化 ，FSD 的入华解决了软件的全球化。对于传统卡车商来说，狼真的来了，而且这头狼还带着不用睡觉、不用发工资的 AI 驾驶员。对于国内的智驾厂商来说，特斯拉这尾鲶鱼已经游到了家门口，最后的窗口期可能只剩下不到12个月了。我在这里想问问各位，如果你是物流公司的老板，面对一辆29万美金但能帮你自动驾驶3年回本的特斯拉3米，你会心动吗？你觉得特斯拉 FSD 真的能在中国战胜那些已经卷出天际的国产智驾吗？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见解，咱们一起交流。如果你觉得今天的情报对你有帮助，别忘了点赞、关注并转发。我是站长，咱们下期见。